怎么既能遏制打压中国，又不和中国发生根本的冲突呢？拜登认为护栏管用，所以这个护栏实质上是限制中国、保护美国的。美国在护栏的那一头可以继续的挑衅、打压中国，而中国则受护栏的限制，不能反制。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16号的中美两国元首的视频会谈呢，全球瞩目。经过一天的沉淀，我来解读一下这次会议的一些内涵。这一次的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总统拜登为什么要提出中美之间要建立护栏。16号的视频会谈呢，持续了3个多小时，双方对会谈的共同评价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我注意到在这次会谈之中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强调要在中美之间建立护栏，目的是确保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滑向冲突。什么是护栏？护栏一般都设置在危险之处，起到保护人身安全的作用。那么拜登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护栏的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他有3个考虑。首先呢，拜登的这个提法说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来到或者是接近危险的境地。护栏呢，都是设置在容易出现危险的地方的。如果不担心出现意外，就没有必要设立护栏。拜登呢，不会不知道近期美方狂打台湾牌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当他说出要保卫台湾，当他的国务卿鼓噪让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当美国的军机载着国会议员一次又一次的访台，当美军人员公然出现在台湾帮助台军训练，那么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中国政府的容忍已经快到极限了。会谈的时候我们的习主席非常明确地指出，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的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起头以美谋独，而美方的一些人那是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是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玩火者必自焚这句话是当着拜登的面说的，用词是非常的严厉这就是在警告美方勿谓言之不预了。作为外交界的老江湖，拜登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其次提出要设护栏，说明拜登心里确实是有点怕了。大家一定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忽然集中爆料了不少中国军备发展的黑科技，比如说中国成功的试验可环绕地球1周的高超音速武器，在中国沙漠中发现了可以旱地行舟的美国航母的模型等等，这些都是媒体搬出来的。事实上，美国的情报系统早就应该了解这些情况，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让媒体爆出消息，是拜登政府在向美国国内的极端的反华派打预防针，告诉他们中国现在是不好惹的，是惹不起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地在中国高超音速武器面前是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的。而美国之前引以为傲的航母编队早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了，中美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军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所以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必须要有护栏。第三，拜登提出在中美间设立护栏还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他们幻想着一旦中国同意设立护栏，美国就可以继续动用国家机器打压遏制中国，而不用担心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拜登心里很清楚，中美一旦发生冲突的话，那结果一定是双输。美国现在国内是一团糟，经济滑坡、通货膨胀、政治分裂、族群对立，自己的支持力也大幅度的下滑。美国现在没有资本和中国发生冲突，但是美国的霸权本质又决定了它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怎么既能遏制打压中国，又不和中国发生根本的冲突呢？拜登认为护栏管用，所以这个护栏实质上是限制中国、保护美国的。美国在护栏的那一头可以继续的挑衅、打压中国，而中国则受护栏的限制，不能反制。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年3月份中美安克雷奇高层会谈的时候，美方的代表还气势汹汹的大谈站在实力的角度和中国说话，也就过了8个月，美国总统却提出要在中美之间设立护栏，保证中美之间不发生冲突。这说明经过8个月的较量，美国人的头脑清醒了，总算认清了现实。